共军能不能不过江？他们在江北，咱们在江南，划区而治，这有什么不好？那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办不到？如果共军非要过江，我将亲自指挥江防战役，拼个鱼死网破。由于张治中所代表的南京和谈政府对毛主席所表示的8项原则提出了异议，双方的和谈陷入了卡壳阶段。这时候，李宗仁秘密派去北平的2个私人代表发挥了作用，这2个人分别是刘仲荣和黄启汉。当天晚上，毛主席就约见了刘仲荣，想看看李白2人真正的意图。因为2人都是湖南老乡的缘故，在相互拉扯家常的过程中，刘仲荣趁机说出了李白2人想划江而治的设想，并且表明李白的态度很是坚决。昨天还给我来电，说如果中共强行过江，打乱了摊子就不好收拾了。还说，如若贵军强行渡江，就再无谈判的余地。听到刘仲荣如此说，毛主席只是轻视一笑。其实李白2人的目的他非常清楚，无非就是想保住桂系的地盘和军队，但想要划江而治，搞分裂是绝不可能的。要知道此时的国民党可是战败求和，还敢提出这样的条件，纯属异想天开。但在略微沉思后，主席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他表示，只要和谈能成功，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可以将30万的国防军交由白崇禧指挥。甚至毛主席还承诺，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只要桂系不出击，我军可以3年之内不进入广西，不对广西实行土改政策。毛先生为了谋求和平，真可谓是费尽苦心。好吧，我即刻反明，转达您的旨意，并尽力促其响应。为了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第2天，周恩来也约见了黄启汉，并将毛主席的原话转告他，同时也向黄启汉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解放全中国的能力与实力，希望他能回到南京转告李白2人，不要对帝国主义再抱有任何幻想。我还有事情，就不送你了。您忙，您忙。祝您一路顺风。很快，黄启汉和刘仲荣就一同回到了南京，将我方给出的条件告诉李宗仁。只要和谈成功，你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将来正式签字的时候，只要德公您出席，毛泽东也会亲自出席，协商成立联合政府。你可以担任副主席，建生还可以带兵嘛。中共方面请他指挥国防军。对于战败求和的处境，听到这样的条件，李宗仁明显有些心动了。然而此时的他手上已经毫无兵权，一切都要看白崇禧的脸色，所以即便条件诱人，他还是要等待小诸葛的意见。这件事儿，等你和建成会面之后再说吧。而与此同时，远在西口的老蒋也收到了和谈卡壳的消息。这个及时的消息让他心中暗暗窃喜。为了给和谈添堵，他远程遥控广州的行政院，对中央党部发布了2条命令。第一，就是立即签订停战协定；第二，解放军何日渡江，和谈何日停止。这2条命令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拖延时间，以和养战。你给何应钦打个电话，叫他即刻飞广州，主持我党的中常会。由中常会直接指挥和谈的进行，这样可就把李宗仁的手脚给捆住了。然而老蒋阻挠和谈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指挥桂系40万大军的白建生。当刘仲荣将毛主席的条件告诉小诸葛时，白崇禧却露出了不屑的神色。败军之将为敌服务，有负党国的栽培，我对个人的进退毫不介怀，要紧的是党国的利益。中共有原则，我们也有原则。如果让他们渡江南进，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我仍然希望划江而治。此时的小诸葛还是看不清大势，始终认为只要有着长江天险，再加上自己手上的几十万部队，就能与我军一决高下。殊不知，这所谓的长江天险从来就没有真正起到阻挡的作用。历史上西晋灭吴、隋朝灭陈、元灭南宋都反复证明，长江根本挡不住北方。最坑爹的是，长江容易让守卫者心里产生幻觉，觉得有如此天险就能阻挡千军万马，不用再积极整军备战。白崇禧也是如此，他觉得只要拖到5月份长江汛期到来，到时候即便和谈破裂，我军也无法轻易渡江，美帝国主义也不会坐视不理，国民党还大有可为。总司令既然如此幻想，那和谈就付诸东流了。也许就是流水能救我们，只要长江水一涨，共军想渡江，除非他长出翅膀不可。
为了能劝动白崇禧，刘仲荣走后，黄启汉也来到了白崇禧的官邸，但坚持划江而治的他依旧不为所动，甚至两人在聊到8项原则问题导致和谈卡壳时，白崇禧还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嘲讽：“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他们也不想想，他们把我们当成战犯，还让我们去签字。天底下哪有战犯自己签字承办自己的道理？简直是笑话。”而在南京的李宗仁，为了能让和谈继续进行，他亲自发了封电报到北平，表明愿意承担历史责任，但绕来绕去还是隐晦的表达，希望我方取消承办战犯这一条原则。看在可怜的历代大总统面上，就宽大一下，给个台阶下吧。双方意见达成，和谈又能继续进行。第二天，主席立马就约见了张治中，两人的这次会面既是老朋友的久别重逢，也是和谈进展的新开端。早在抗战时期，张治中就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不仅未与我军交过手，还曾多次参与两党谈判。特别是在重庆和谈之时，他亲自到延安接毛主席赴于谈判，谈判结束又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到延安，可谓是我党真正的朋友，也是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物。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北平和谈国民党会让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领头的原因，因为无论是李宗仁还是老蒋，都想借助张治中与我军的这层友好关系，达到他们的目的。